你是不是也遇过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这辈子该有的都有了，房子有了，退休金存够了，孩子也都成家立业，逢年过节的时候儿孙满堂，家里热热闹闹的，照理说这样的人生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吧。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看他们的眼睛，你会发现那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不是快乐，也不是满足，而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空，就像是一口枯掉的古井，你往里头丢一颗石子，却永远听不到回声。以前我总以为人老了最怕的是没钱，没钱就没有安全感，生病了不敢看医生，想去哪里也没办法去。后来我又觉得老了最怕的应该是没有子孙在身边，毕竟人老了总是会孤单的，如果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日子多难熬啊。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另外4个字。这4个字佛陀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狠狠地说破了，只是很少有人真正去听懂它的意思。这4个字叫做心无所依。当一个人的心找不到可以安放的地方，他就会像是一叶漂流在茫茫大海上的小舟，任凭风浪打来打去，永远找不到靠岸的码头。这种感觉比没钱还要可怕，比没有子孙在身边可怕，甚至比身体的病痛还要折磨人。因为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孤独，那种孤独不是你身边没有人陪，而是你觉得整个世界都跟你失去了连结。你找不到每天早上醒来的理由，也找不到生命继续走下去的方向。今天我想邀请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先在留言区打出6个字：心安即是归处。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当你打出这句话的时候，也许你会开始在心底问自己一个很深的问题：你自己的心现在究竟安住在哪里？接下来我想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这不是什么遥远的神话，而是真真实实发生过，也每天都在我们身边重演的人性。在很久以前的江南，有一位周老爷，大家都叫他周员外。他这辈子做生意非常成功，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商。到了60岁那年，他决定把生意全部交给儿子打理，自己退下来好好享清福。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退休后的第1年，周员外确实过得挺开心的，但是到了第2年，他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是身体里面破了一个洞，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他试着去填补它，他买了更多的古董字画，请了手艺更好的厨子，甚至还纳了年轻的妾室，想让生活多点乐子。但是不管做什么，那个洞一直都在那里，而且好像越来越大。到了第3年，周员外开始失眠了。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好像什么都在想，又好像什么都没想。他只是觉得有一种无边无际的空虚正在慢慢把他整个人吞噬掉。家里人急坏了，请了好多大夫来看，大夫们把了脉都说身体没毛病啊。是啊，身体没有病，是心生病了。这种病哪里的药方治得好？就这样折腾了2年，周员外整个人都变了。原本红光满面的脸颊变得蜡黄，洪亮的声音变得虚弱，爱说爱笑的性格也变得沉默寡言。他开始不想见人，不想吃东西，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了。他的大儿子非常孝顺，看着父亲这样，心如刀割。到处打听之下，听说城外云栖寺里有一位老和尚，修行了60多年，有着很深的智慧，也许能解开父亲的心结。于是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大儿子用马车把周员外载到了云栖寺。老和尚坐在银杏树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僧袍，闭着眼睛静如止水。
周员外被儿子搀扶着走到老和尚面前，他声音沙哑地说：大师，我活不下去了。老和尚平静地问：你有吃有穿，儿孙满堂，有什么活不下去的？周员外哽咽说：我什么都有，但我还是觉得空。老和尚仿佛完全看透了他的灵魂，问了3个问题。第一，你这辈子有没有一件事觉得就算死了也值得？第二，你有没有一个可以毫无保留说出心里话的人？第三，夜深人静时，你的心是安定的还是漂浮的？周员外的眼泪瞬间决堤了，他哭着说：我的心一直在飘，抓不住，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老和尚拍拍他：你这辈子什么都抓，抓钱抓面子，唯独没抓住自己的心。心没有根，所以一直飘，洞不在外面，在里面。你看秋天的落叶，它们不怕掉，因为知道根在哪里。你活了一辈子，却不知道根在哪里，所以秋天来了，你就慌了。那天之后，周员外在寺庙里住了7天，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跟着和尚们一起吃斋念佛，一起扫地挑水，一起看日出日落。他发现这里的生活比他家里简单100倍，但是这些出家人脸上的那种安定，是他花再多钱都买不到的。7天后，他回家了。回家后，他每天静坐，做善事，跟家人说心底话。后来他又活了12年，走得非常安详。据说他临终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握着老伴的手，只说了一句话：我找到了。他终于为自己的心找到了一个家。我还有另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心无所依的人临终前会经历什么。在古时候的某个地方，有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他没有固定的寺庙，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随缘弘法。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小村庄，听说村里有一位老人家快要过世了。老农夫一辈子坚强，现在却躺在床上发抖，怕得要命。禅师问他在怕什么，老人哭着说：我怕死，怕眼睛一闭就再也睁不开。禅师点了点头，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去安慰老人，也没有念经做法，他只是看着老人的眼睛说了一个故事。有个人住在河这边，一直想去对岸美丽的城，等了很久，船终于来了，他却犹豫了。他舍不得这边熟悉的苦日子，害怕对岸未知的生活。最后他没上船，死在河这边，眼神充满遗憾与恐惧。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人，每天为房贷面子奔波，用忙碌麻痹自己，从不敢问活着为了什么，死了要去哪里？我们太习惯抓住带不走的东西，当生命走到尽头，失去一切的恐慌会瞬间把你吞没。老人听完问：那座城在哪里？禅师说：那是每个人心里的归处。你害怕的不是死，而是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没有方向的人站着不动也会觉得迷路。老人大哭问：现在还来得及吗？禅师握住他的手说：只要有一口气在，就来得及。闭上眼，想象一艘船带你去没有恐惧的地方，相信它，勇敢踏上去，放开你这辈子抓太紧的东西。老人闭上眼，表情渐渐柔和。那天晚上他平静地走了，脸上没有半点恐惧。他找到了他的船。前2个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接下来我想讲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古代禅宗历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高僧，叫做道信大师。他是禅宗的第4代祖师，活到了72岁，在那时候算是非常高寿了。道信大师一生都在弘扬佛法，点醒世人。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对身边弟子说的一番话，却被特别记录了下来，流传到今天。有一天，几个年轻的弟子围着道信大师，好奇地问：师父，您年纪大了，这世上
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您还在担忧的？道信大师看着他们，笑着摇摇头说，我担忧的从来不是自己，我担忧的是你们啊。弟子们听了很惊讶，心想，我们年轻力壮，有什么好担忧的？道信大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年轻，身体好，精神足，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等到有一天你们老了，身体不行了，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心要安放在哪里？弟子们面面相觑，谁也答不上来。道信大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这辈子见过太多人了，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觉得自己能掌控全世界，但是等到老了，什么都抓不住的时候，就开始慌了，开始怕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活了一辈子，都把心安放在外面的东西上，事业、名声、财富、家人，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你抓得住，老了你就抓不住了。当你抓不住的时候，你的心就没有地方去了。一个弟子忍不住问，那师父，我们应该把心安放在什么地方？道信大师只说了4个字，以心为宗。这4个字的意思是，你的心不需要依附在任何外在的东西上，你的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当你学会向内看，学会跟自己的心好好相处，你就不需要死死抓住外面的东西了。外面的东西来了会走，走了可能再来，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始终有一个家可以回去，这个家不在外面，在里面，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建的。大师最后留下一句很重的警告，我之所以担忧你们，是因为你们觉得老是很远的事，死是更远的事，但是时间过得比你们想象的快太多了。等你们意识到这件事有多重要的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所以趁早开始，不要等。1000多年过去了，道信大师的话放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一针见血。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人复杂太多了，我们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抓，有更多的头衔可以追求，但是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从来没有变过。当有一天你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的心要往哪里去？为了让你更明白，我想把心无所依这4个字拆解成3个层次，这也是很多长辈在晚年会面临的灵魂的3层崩塌。第一个层次叫做自我价值的骤然迷失。人的一生好像都在拼命证明自己。我们透过名片上的职称，每个月的薪水，存折里的数字，甚至是在家庭里被需要的感觉来定位自己是谁。那就像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勋章。可是当退休的那一天到来，当身体的零件开始退化，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就会跳出来。如果剥离了所有的头衔和身份，我究竟还是谁？我还有什么用？很多老人家在退休后迅速衰老，甚至生病，往往不是因为身体真的不行了，而是因为一种深深的无用感。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从舞台的聚光灯下退到没人看见的角落，这种找不到存在价值的沮丧，就是心无所依的第一道裂痕。随之而来的第2个层次是对生命意义的深重困惑。壮年的时候，我们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去仰望星空，去思考人生。我们为了缴房贷，为了栽培孩子，为了维持社交圈，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忙碌成了我们逃避终极问题最好的借口。可是当暮年降临，时间突然多出来了，那些被压抑在心底的哲学问题就会像野草一样疯长出来。我这一生的奔波到底换来了什么？如果这些名利、财富，甚至身体，最后我都带不走，那我来这世间走一遭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当看着镜子里陌生的白发和皱纹，
如果找不到一个超越物质的答案，人就会陷入一种溺水般的窒息感。而最深也最让人站立的第三个层次，是面对死亡的绝对恐惧。对于心无所依的人来说，死亡不是一趟回家的旅程，而是一个会吞噬一切的黑洞，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心力都寄托在会变老、会消失的幻象上。楞严经里面，佛陀曾经对弟子阿难说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汝之心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句话听起来很深奥，但其实佛陀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最宏大的真相：我们的身体会老去，我们的财富会消失，但是我们内在那个最纯粹的心性是永远不会死掉的，它不生不灭，一直都在。我们这辈子最大的错觉，就是把我跟我的身体、我的钱、我的地位绑在一起。当你把心的锚下在一个会融化的冰山上，冰山一倒，你当然会觉得自己要跟着淹死了。面对晚年必然会到来的荒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寻找那份名为医治的力量。所谓的医治，不是去依赖别人，也不是去抓一根救命稻草，而是在你的心里建一个永远不会崩塌的避风港。那是你的压舱石，让你在晚年的惊涛骇浪里，依然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航向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道信大师要警告弟子，不要等到生命之火快熄灭了，才去寻找火种。我们必须在还清醒、还健康的时候，就开始向内走。有句老话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到了最后关头才开始找信仰。当然比什么都没有来得好，但是那个效果会大打折扣。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精神修养，是需要时间去沉淀、去培养的。就像你种一棵树，你不可能今天把种子撒下去，明天就期望能在这棵大树下乘凉。你需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修心也是一样的，你不能期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甚至是最后几天，把一辈子都没有做过的向内看的功课一次补齐。那样做，你的心还是会很慌乱。今天我想跟你分享3个非常具体，而且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可以开始做的微小练习。这3个练习就像是给心灵除草、松土、施肥的过程，步骤很简单，只要你愿意去做。第一个练习，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关心时间。这10分钟，请你放下手机，关掉电视，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你只需要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然后轻轻地闭上眼睛。你不需要去想什么人生大道理，也不需要刻意去压抑自己的念头，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吸气的时候，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知道我正在吸气。呼气的时候，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知道我正在呼气。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做这个练习？因为我们现代人真的太习惯往外看了。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是看荧幕、看新闻、看别人的生活过多好。我们的注意力永远都在外面，却很少分一点点时间来看看自己内心的状态。当你开始把注意力收回到呼吸上，你就是在练习跟自己的心相处。一开始你一定会觉得坐不住，觉得很无聊，脑袋里会跑出无数个念头。等一下，午餐要吃什么？昨天那个人说的话真难听。这都非常正常，不要生气，只要轻轻地把注意力再次拉回到呼吸上就好。慢慢练习，你会发现这10分钟会变成你一天当中最有力量、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因为在那10分钟里，你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你是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跟自己在一起。这就是让心长出根的第一步。第二个练习，建立一份超越世俗的精神连结。这不一定要是
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虽然有一份正信的宗教信仰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也完全没关系。你要找的是一种让你感觉自己跟某个更大的存在连接在一起的方式。比如说，有些人会透过接触大自然来获得这种连接感。你可以试着去爬一次山。当你站在几千公尺的高山之巅，看着云海翻腾，或者你走到海边，听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仰望满天密密麻麻的星斗，在那一瞬间，你会突然感觉到自己真的很渺小，但同时，你也是这个浩瀚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与融入感，会瞬间把你从那些柴米油盐、人际烦恼的泥淖里拔出来，让你的心彻底安静下来。也有些人是透过艺术、古典音乐或是一本流传千年的经典来建立这种连结。当你被一首曲子深深打动，当你在一首古诗里读懂了千年前古人的悲欢离合，那种超越时空的共鸣，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医治。去找到那个能让你的心安静下来，感觉被包容的方式，然后经常去实践它。这样一来，当你老了，当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你的心里依然有一个无比辽阔的宇宙可以回去。第三个练习，学会预习告别。这个说法听起来可能有点沉重，甚至有人会觉得不太吉利，但是我认为这是每个人在步入中年之后都必须要做的一门功课。很多长辈之所以在晚年过得非常痛苦，甚至临终前充满恐惧，就是因为他们这一辈子都在练习得到，却从来没有练习过放手。当生命逼着他们不得不放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预习告别，就是在你还健康、脑筋还清楚、还有行动能力的时候，就开始一点一滴地练习放下。你可以从最简单的整理杂物开始，打开你的衣柜、储藏室，看看那些你堆积了10年、20年却再也没有用过的东西，把它们整理出来，该送人的送人，该丢掉的丢掉。这个过程表面上是在整理房间，但实际上你是在整理你的执念，你是在练习对物质的放手。你也可以试着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提前跟家人交代清楚，比如你的财务状况，你对未来的医疗意愿，甚至是你对身后事的安排。很多传统观念觉得谈这些触霉头，但是相信我，当你勇敢地把这些事情谈开了，交代清楚了，你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反而会落地，因为你知道该做的准备你都做了，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预习告别不是为了等死，而是为了让我们在剩下的人生里活得更加轻盈，更加没有负担。当你连失去都不再害怕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夺走你内心的平静了。走到这里，这支影片也接近尾声了。我想用一种最安静、最温暖的方式，把今天我们聊的所有东西做一个收束。晚年最可怕的，真的不是没钱，也不是没子孙。钱可以解决物质上的匮乏，子孙可以缓解生活上的孤单，但是这一切都解决不了你灵魂深处那个最根本的提问：你的心究竟要住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到了晚年才突然冒出来的，它从你一出生就一直在那里了。只是我们这一生太忙了，我们忙着长大，忙着赚钱，忙着应付眼前的每一件琐事，以至于我们把它给忘了。但是时间不会忘记，它一天一天的走，带走我们的青春，带走我们的体力，带走那些我们以为永远都不会失去的东西。到最后，当生命剥落了所有的外壳，剩下的就只有那个问题，还有你给出的答案。佛陀在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入灭之前，看着身边那些充满不舍与恐慌的弟子们，留下了一句
非常动人的话：以字为舟，以法为舟。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要把你自己当作岛屿，你要把真理当作岛屿。当生命的洪水来袭时，外在的一切都可能会被冲走，钱可能会贬值，家人可能会先离开，身体也终究会坏掉。但是有两样东西是不会被冲走的，一个是你自己的心，另一个是你所领悟到的真理。如果你跟这两样东西的连结够深够稳，那么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狂风暴雨，你都不需要害怕。也许看着影片的你现在还年轻，觉得老是很遥远的事情，也许你已经到了某个年纪，开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时间的重量。但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这个问题都值得你现在就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的心现在安住在哪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去问，去想，向内去找。千万不要等到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心在半空中四处漂流的时候才开始慌张。有一位禅师说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参透了生死，就是参透了自己。生死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活了一辈子却从来不认识自己。当你真正认识了自己，为自己的心建好了一个家，那么生死就变成了一扇门，而不是一堵墙。门是可以从容穿过去的，而墙只会把你死死地困住。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这支影片让你的心里有了一点点感触，哪怕只是一丝丝的平静，我想邀请你在下面的留言区打出这6个字：心安即是归处。让我们用这句话在留言区凝聚成一个充满包容与祝福的正向磁场。你也可以在这里分享你对生命的思考，或是留下简单的祈福与善言。你的每一句留言对我来说都非常珍贵，它也可能在无意之间给了另一个正在彷徨无助的灵魂一份走下去的力量。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值得让更多人看到，也请你把它分享出去，给你的家人，给你的朋友，或是给任何一个你觉得他现在非常需要听到这些话的人。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在那之前，愿你的心早日找到它的归处。